乌克兰对世界的8大贡献，极大促进了人类的繁衍和文明的发展。说起乌克兰嘛，你可能常常听你身边的朋友或网络上说，走了，去乌克兰了，那边遍地都是美女，女多男少，或10女配1夫之类的诱惑，让你产生了幻想，觉得那里是男人的天堂。但事实真是这样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要拆穿这一个美丽的谎言。乌克兰的男女比例失调是真的。根据2020年的数据，每存活100名女性就只相对应存活了86.33个男性在乌克兰。乌克兰2022年的人口有4385万人，其中男性有2032万人，而女性有2353万人。从这个数据你可以发现，男性比女性少了320万人。如果你是一名男性，直观地看了这个数据，你可能会产生错觉，心想：哇，那边这样不是有320万女性可能找不到对象咯？心想我的机会来了。而且乌克兰的女性是出了名的美，全球排名也在10名以内，所以你自然会心动，想去看看。当然，如果你细分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多出来的那部分女性是属于60岁以上的年长女性。用直白一点的话来说，就是老女人比老男人多了几百万人，不是你所幻想的18至30岁之间的年轻肉体。年轻一代的男女比例在乌克兰是没有多大差距的。那你或许会好奇，那为什么会造成老一代人出现大量的男女失调呢？其实这跟前苏联有很大的关系。你现在所看到的多数前苏联的加盟国都存在着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，包括俄罗斯、白俄罗斯等。由于常年的战争，当年的壮丁都被拉去打仗了。在那些年，很多孩子没了爸爸，妻子没了丈夫，老人家没了孩子。当乌克兰经过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，从1950年的每100名女性只存活75.2的男性，到2020年的存活率高达86.33名男性，每年以1% 的增幅在回调的过程中。所以你不要再被那些谎言给骗了，把这视频分享给那些中毒很深的朋友看，救救他们吧。世界3大黑土地分布区域之一，占世界黑土地面积的1/4。2战期间，德国士兵还特地用火车来运载这些黑盖土，可见其珍贵程度。那你或许有疑问，何为黑土地呢？你可以理解为它为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，种什么都有翻倍收成的土地。肥沃的黑土地再加上辽阔的平原，这些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都让乌克兰的农业发展得非常好，被誉为欧洲的粮仓。它有能力为50亿人提供食物。我们地球大约只有80亿人而已，每年约有3200万公顷的土地被耕种，农作物成了乌克兰出口的大部分。但人口却不多，只有4300多万人而已，比德国和法国人口还要少，但比马来西亚多1000万人。乌克兰的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，大约2个马来西亚大，其中的2600平方公里约11个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KL 的大小，或相等于3.5个新加坡的面积，已经荒废。因为曾经发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，这次灾难所释放出来的核辐射剂量是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。当年的苏联政府就从当地撤了超过34万人，现在已经成为了无人区，成为了动物的天堂。直接的经济损失算买通胀的话，超过2000亿美元。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城市是 Pripyat， 现在已成为鬼城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斯，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现在是时候订阅了，我会每周更新哦。上一期我们也谈到了朝鲜和马来西亚的特殊关系，为何朝鲜会选中马来西亚来发展这种特殊关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，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，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。想要真正了解乌克兰，首先你必须要了解乌克兰在哪一些领域是世界的开拓者，也就是世界第一。乌克兰是世界著名的粮食生产国，是欧洲的粮仓，更是世界的粮仓。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葵花籽生产国。乌克兰的向日农田的总面积可以覆盖斯洛文尼亚的全境。
这是一张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各主要农作物的全球出口占比。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，俄乌两国在2021年和2022年的年均销售额小麦出口的总量预计为2.069亿吨，占全球出口总量的23%。玉米方面，乌克兰预计占全球玉米出口总量的16%。由于新冠肺炎和全球通胀等诸多因素，如今的全球粮价已经接近10年来的高点。俄乌两国巨大的供给占比，意味着任何一方若出现出口中断，都可能会导致全球粮食价格的再度飙升。最近你有没有发现，马来西亚有些进口水果涨价了？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战事影响了世界粮食的供应。马来西亚每年会从乌克兰进口几亿美元的产品和农作物，单靠金马仑的粮食是养不活整个马来西亚人的。而根据2021年中国海关总署的资料，中国是乌克兰玉米、大麦、葵花籽油的主要买家。2020年由乌克兰进口玉米820万吨，占中国全部玉米进口的29%，接近30%。在中东方面，黎巴嫩、利比亚、埃及都高度依赖俄乌两国的小麦出口，而世界粮食计划总署也从乌克兰购买小麦，为也门和利比亚提供粮食援助。第二，只有乌克兰拥有世界上最重和最大的运输机安225，它的起飞重量为640吨，最大载荷为250吨。另外，其机身顶部还可以搭载200吨以上的货物，顶多一辆飞机在上面都不是问题啊！最大续航能力为13000公里。当年苏联开发这款运输机是用来运输火箭和航天飞机的啊，玩哪你以为？安225运输机每小时租金高达8万美元，油费还要另算，随月飞个任务就能进账100万美元以上。服役以来，也为乌克兰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。但遗憾的是，这款运输机近日已经被证实已经被炸毁了，成为了历史，因为仅此一家。谁炸的？这跟当年马航 MH17被炸到现在还差不多谁炸的。只有他们自己懂吗？第三，乌克兰拥有欧洲最多的 IT 专家，目前有超过10万名乌克兰 IT 工作者以编程为生。乌克兰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人数在世界上是排名第4的，人均受高等教育的水平高过欧洲的平均水平。乌克兰国内几乎没有文盲，高达99.4% 的15岁以上的乌克兰人可以读写，70% 的乌克兰成年人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。所以你随随便便在乌克兰路边看到一个倒垃圾的工人，你不要上前去侮辱他哟，不然你可能自取其辱罢了，因为他可能是一名博士来的哟。第四，美国人成功登月幕后工程师乌克兰 Yuri Kondratyov 是一名乌克兰数学和工程师。当年他提出了关于具有强大引力场的天体停止理论。作为一名高中生，他学会了如何着陆和起飞整个宇宙飞船。40年后，美国就使用了他的理论和 formula 才能成功登月，不然美国登月至少会延迟10年。第五，世界上第一部宪法于1970年4月5日诞生于乌克兰，而美国的宪法于1787年才通过，而法国和波兰也是在1791年才通过。它为目前世界上的宪法制定了框架，也就是标杆。古代用的或者是现在停电用的那种煤油灯，可是乌克兰发明的哟。就在1853年，乌克兰的药剂师和科学家就做出了一项举世闻名的发明，也就是这个煤油灯。第七，世界上第一个框架蜂巢是1814年在乌克兰发明的。近年来，乌克兰自信地保住了蜂蜜生产世界前3名的位置。乌克兰的蜂蜜产量领先欧洲国家数倍，也是世界上人均蜂蜜产量第1的国家，平均1.5公斤。如果没有乌克兰当年的发明，今天你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吃到蜂蜜哦。第八，阿森纳地铁站为世界上目前最深的地铁站，深度达105.5米。该站的设计采用了独特的布局，因为站台是分开的，而不是像地铁网络上的其他车站那样与中央大厅分开。它的这种独特的建造技术，使它成为建筑界的楷模。看了那么多，现在应该对乌克兰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了吧？
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，尤其是乌克兰美女的那部分，所以请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相 share 出去给他们看。好，我今天分享到这，喜欢的话欢迎你点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，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哟，我会每周更新。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吧。如果你想看马来西亚如何建成世界上第2高的高楼，可以来到我的频道看之前的作品。好，我是尼克斯，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记得订阅哦。